爷带着迎亲的花轿即刻就到，府里都闹翻天了。老夫人请二小姐即刻去前厅。慌什么？不就是做姐夫的带着小姨子私奔了吗？又不是天塌了。我的二小姐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三姑爷那位镇北王府的小王爷是地京出了名的混世魔王。今日他亲自带人来迎亲，若是知道三小姐跟二姑爷不在府里，还不得拆了咱们临阳侯府？这跟天塌了有什么分别？二小姐，老夫人和大人都在前厅等着您。走吧。我倒要看看这侯府的这出戏，他们打算怎么唱。你怎么才来？我若来得太快，老夫人还没编好说辞，那多不好。你这是什么话？还有，我让你坐下了吗？罢了，眼下有桩更要紧的事，云薇和裴颖忽然病倒了，病得下不来床，也拜不了堂。可几十桌婚宴都摆上了，宾客们都已经齐聚至府门口，想把婚期推后是不可能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。既然不是办法，老夫人还是免开孙口。你，若锦，怎么跟你祖母说话的？沈家就是这样教你？沈家叫我自家人要以命相护，不可利用算计。沈家叫我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沈家还教我，这世上什么都能吃，只有亏不能吃。沈家，你既姓沈，心里也只有沈家，那你还回来做什么？哦，是老身年纪大，差点忘了。3年前北阳关一战，沈家人都死绝了。够了！大喜的日子，母亲说这些做什么？还有你若锦，你的舅父和表兄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你得好好出嫁，他们才能放心的下。大人，镇北王府的迎亲队伍到门口了！快把门关紧，多带些人在门后抵住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她是我心头朱砂，子坚明月，哪怕知道她要嫁裴卫，我也要定回同一天成婚，带着重鞭和攻城锤去把我的新娘抢回来。拖不住，根本拖不住啊！大人，秦小王爷他已经把大门轰开了。秦小王爷他带了上百禁卫，用的攻城锏。攻城锏！我出去看看，母亲好好跟若锦说，别让侯府成了全地京的笑榜。还要我们姑娘怎么懂事？换做3年前，姑娘早提刀砍死那对奸夫淫妇了。眼下大错已成，只求二小姐能顾全大局，帮侯府渡过这次难关。对，做人要顾全大局。若锦啊，你今日先替云薇嫁到镇北王府去。哼，慕云薇跟我的准夫勋逃婚，祖母还让我给替嫁，这算什么两全其美？秦小王爷要权有权，要钱有权。若不是云薇病了，这等家婿怎会让给你？这秦小王爷是地京第1顽徒，欠下的桃花债能开到10里外，你是一句都不提啊？哪个王侯子弟不多情？成了心，有夫人管束着，自然就稳重了。把希望寄托于男人成婚后能稳重，还不如去庙里烧香。你不一样，你有的是手段，定能把王府内外
管得服服帖帖，岂不比做将军还威风？裴经毁约在先，我不必遵循母命，换个夫君，权和钱我都要。终有一日，沈家满门忠烈的血债，我要去讨回来。如此说来，倒也不是不行。赶紧帮二小姐整理仪容，红盖头呢？老奴在。慢着，我为了顾全侯府名声牺牲这么大，诸位是不是得补偿一二？原本给云薇的嫁妆，再匀出一半给你。老夫人，这怎么行？只添一半，都给你，行了吧？我再给二小姐添妆1成，不3成。方才说了许多话，有些渴了。姑娘请用。侯府的血吸饱了，接下来就该去会会外面那位魔王了。真不愧是混世魔王，接新娘直接把岳家的门轰炸了。别笑得那么大声，可怜可怜凌阳侯，人都快急哭了。小王爷，不可如此啊！小王爷，我不管人是病了、跑了还是死了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小王爷，请稍待片刻，我这就让人把新娘子请出来，就算是抬我也让人给小王爷抬来。不劳烦林阳侯了，众禁卫听令，去把新娘子给我请出来。这可怎么办？若真的把这事儿闹大，凌阳侯府哪还有脸在京城走动？祖母再给你添1倍嫁妆，再加1倍总行了吧？若锦，来不及了，赶紧带上红盖头上花轿去吧。不是我信不过老夫人，实在是空口无凭。启禀小王爷，后院没有，柴房没有，茅房也没有。今日若不把遮羞布扯下，日后那逃婚的妹妹只怕还要颠倒黑白。开我的私库，立即给你添妆，让你今日一并带走，这总行了吧？姑娘，足足有2万两银票，还有这么多头面古玩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去会会这位秦小王爷。快把红纱帐放下来，去门前挡着些，扶二小姐从侧门出去，千万别叫人认出来了。何必这样麻烦？今日婚宴的另一位新郎裴解元到现在也没来迎亲，这2人真的私奔了。大婚当日，准姐夫和小姨子跑了。我的花轿既已上门，就没有空着回去的道理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林阳侯，秦朗，你的新娘跟我的新郎跑了，要么咱俩凑合凑合。有意思，林阳侯府居然藏着这样一只会咬人的绝色凤。好一副锦绣生风流貌，这双多情眼，看狗都生气。好啊。给我的，给我的新娘子。我第一次成亲，没什么经验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岳父大人见谅。见谅见谅，侯爷见谅，见谅。谁说二小姐相貌丑陋的？这简直貌若天仙啊！
1、2、3，这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银子？吉时已到，新娘上轿。新娘子该上花轿了。哪有人直接把新娘子抱走的？你这是接亲还是抢亲啊，小王爷？人我接走了。发什么愣，沈若锦？你这样看着我，让我不得不怀疑今日里头领主师娘换师娘布下的局。是啊，我贪慕小王爷美色，百般算计，这才如愿。你待如何？跟秦朗这种人打交道，就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很好，能算计我秦朗的只有你，自然要娶回家去，连皮带骨摸清楚。大喜之日，还是要讨个好彩头。这小王爷倒也并非传闻中那般一无是处。混账东西，竟敢拿攻城角破开侯府大门！你到底去接亲还是去抢亲？想砸我的人，问过我没有？陵阳侯府乱成一团，竟真让这逆子用榆木换来了珍珠。哼，好准头！你这逆子少在这里巧言厉俐！皇宫之内擅用攻城巢是诛九族的死罪，还不赶紧入宫请罪？那不是攻城奖。听听，我夫人都说不是，不过就是大木光子稍加改动罢了。侯府大门偷工减料一撞就倒，怎么能怪我？二郎定是不小心才将大门拆了的。新娘子刚过门，你当面教训她夫君，岂不显得咱们规矩重脾气差？侯府大门是玄铁敲铸的，你说他是不小心拆的，谁信？若锦，本王知你今日跟他回来是无奈之举，不如我认你为义女，日后另寻时机再择良婿，如何？这可真是亲爹啊！不如何？王爷不是我，又如何能断言秦朗不是我的良配？我要借王府权势为沈家满门复仇，区区义女身份远远不够。父王这话还收回去的好。若连我都配不上沈若锦，那这世间还有谁配得上？呸！甚是般配，你厚颜无敌，他无畏无惧，你俩简直天生一对。喜娘呢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拜堂成亲！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终于看清了，沈若锦，你脸红什么？上花轿前不是胆子挺大的吗？这临时换的夫君长得是真好看，狼艳独绝。谁说我放不开了？不是我脸红耳热，而是你眼睛发红，手掌发热啊，夫君。你倒是一点都不见外。二爷，世子正找您呢，该出去宴宾客了。不去，什么宾客能有陪新娘子重要？这玩意儿太是……二爷，王爷叫你过去一趟。不去，扰人洞房花烛夜算什么亲爹？你当真不去？满床都是红枣，不膈人吗？我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让你独守空房？小王爷不好了！小王爷不好了！李家二公子喝多了，要当场兴了海棠红去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今夜真要圆房？怕了。你堂堂小王爷看中庶女已是奇怪，换亲时连迟疑都没一下，现在更连美人也抛下不管。你真的很不对劲啊，秦小王爷。这女人的眼睛太毒了。沈若锦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方才宽衣是要睡你吧？
你想得美！你果然对我图谋不轨。话都被你说了，那我若是不图点什么，反倒吃亏。王府之中什么能图，什么不能图，望你心中有数。自然。权势富贵可图，情爱真心不可。我心中早就有数。洞房花烛夜，小王爷怎么留姑娘一个人在这儿？他怕我图谋不轨。那背影看似气势汹汹，怎么隐约带了几分夺门而逃的味道？这小王爷有意思。新婚夜，夫君为了戏子丢下新娘，怪点就怪点吧，反正我也没打算做恩爱夫妻。这逆子当本王死了不成？竟敢这样欺负心腹！来人，去把那逆子绑回来上家法。二郎如今是有妻室的人了，自有他媳妇儿管，不用你喊打喊杀。王爷息怒，夫君昨夜出府是为救人，并非故意冷落我。我知道，300明珠赠花魁，1掷千金捧戏子，莫道今朝无运势，情郎风流。你不知道这逆子有多混账，你既知道，为何还要嫁他？传闻我没少听，自然是因为缘分到了。这掌家令牌交于你，往后王府钱财人手任你调动。二郎若是犯浑，尽可自行管教。母亲，哎，好媳妇。秦朗若是犯浑，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只管拿这个打他，往死里打，谅他也不敢还手。小王爷脾气浑，必须给少夫人把阵仗摆足了，去把马车牵过来。我只是出去找人，又不是上街强抢民男，带这么多人做什么？人多了反而麻烦，留个车夫，带上侍剑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少夫人，您刚嫁过来，还不了解小王爷呀？你别去了，安心在府里等着，我去把二弟带回来。这是我和秦郎的事，无意劳烦世子。你以前都喊我秦大哥的，怎么嫁给了二弟，反倒喊我世子，这般身份？来了！镇北王府的马车来了！新婚妻子来找砸钱捧戏子的夫君，好戏要开场了！二少夫人，请慢，楼里鱼龙混杂，您在车里稍等。小的，这就去请二爷下来。随你。那不是大婚私奔的裴解元吗？长得这般君子如玉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若锦，我没有和云薇私奔，昨日是误会，你跟我走，我解释给你听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不是这样的。昨日王家庄大火险夺百人性命，我带云薇回去是因为她能帮你，是不是？是，也不全是。等打完这最后一仗，哥哥回京给你挑世间第一等的好儿郎。是不是因为我不乖，老天爷才把他们一个个带走？所以半年前，他带着母亲的信物上门，我便应下了。我试着做一个听话的姑娘，不再舞刀弄枪，学着轻声细语。我将自己困在至亲离去的阴影里，努力成为世人眼中侯府嫡女该有的样子。直到他带着慕云薇私奔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无论怎么做，兄长们都不会回来了。我要好好活着，完成兄长们未尽之事，才算不负此生。裴景，你连只言片语都没留就消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在原地等你？誓约是我不对，可你不能拿终身大事当儿戏。秦朗风流成性，绝非良配。你，我不是良配，难道你话就是了？沈若锦，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是啊。那你跟闲杂人等废什么话？还不上来！若锦，秦郎新婚在戏楼过夜，对你毫不在意，只要你回头，婚事就做不得数。裴公子，请自重。沈若锦，你贪图眼前富贵，甘愿嫁给纨绔浪子，日后必会后悔。大叫我手与恨，便叫臣妾自心，爱心心，修炼是水早无
他说你日后定会后悔，你怎么不应声？我后不后悔，跟闲杂人等有什么干系？废话半句都多余。二少夫人，您请用茶。这花旦一颦一笑皆是风情，难怪让人一掷千金。来了又不说话，盯着海棠红看什么？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？原本是奉命来请小王爷回府，现在嘛，听戏。还是说今日这样的场景我找过来了，却不哭不闹，小王爷觉得少了点什么？不妨事，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，我尽量满足你。哦，你要怎么满足我？左右无事，你哭一个我看看。这有点难，我一向都是让别人哭的那个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好意思吗？让人闭嘴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想试吗？试试何妨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既做了夫妻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糟糕，这是新婚夫婿，不是来找打的登徒社。谨遵玉贵的秦小饶也摔不得。这是个疯子！你要谋杀亲夫啊，沈若锦！这下惹祸了。对不住，我头一次成亲，还不太习惯同男子这般亲近，要不咱们重来。你们两个最好有要紧事。不能打，东西砸坏了事小，新婚夫妻伤了和气事大，可不能真的动手啊！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叨扰了。来都来了，走什么？二爷有何吩咐？这种时候让外头的人看见了总归不好。您有事儿还是吩咐我吧。想什么呢？让人过来收拾，换新的。是，好好看戏，看我做什么？要不要给你们搬把椅子坐我跟前看？台上的戏再好，哪有你秦小王爷逗心腹有意思？我打你更有意思。来，秦朗，一掷千金好玩吗？也就那样。你想玩？玩玩。给。这个不行，我手劲大，夜明珠砸碎了可惜，砸伤了美人更可惜。这花不错。在京城里听戏看赏时，少不得给些金银玉石，只掷一枝花算什么？我以海棠赠海棠，愿以此花为凭，聊取千金，换尔自由身。多谢二嫂夫人美意，这是海棠红美意不美身，无论多少个千金也不完。多谢二嫂夫人美意。那好，班主何在？小的在，二少夫人有何吩咐？开个价，你这芳华盘我买了。什么？您是没瞧见他如今有多傲气凌人？沈若锦跑到戏楼去，非但没跟秦岚闹起来，还砸钱把芳华坛买下来了。裴公子同他解释，他听都不听。我这二姐姐真不愧是学过兵法的，欲擒故纵玩得好，还不忘借花献佛。你且看着吧，沈若锦得意不了多久。眼下要紧的是拢住裴郎的心。前世她嫁给裴章，一路母仪天下，而我嫁入王府却夜夜独守空房，重活一世。沈若锦的大好人生，怎么就不能是我的呢？三小姐为何还不回侯府？裴公子别误会，只是怕公子同二姐姐解释不清，多问一句再走。是我多事了，我这就走。等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裴公子，你真是好生奇怪，一回来就问我们怎么还不走。现在我家小姐要走了，你又不让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姐姐虽然一向不喜欢我，但她是个讲道理的人。我去求她回心转意，我没了夫君，最多也就是绞了头发做姑子去。裴公子不必为难。三小姐因我没了夫君，名声扫地，那我娶你。把事情做实，是消除流言最好的办法。你
你要娶我？沈若锦啊，沈若锦，你母亲指腹为婚的君子，便宜我了。那就有劳裴公子送我回去。拿钱砸不动海棠红，就直接买下整个戏班。这么能砸钱，跟秦小王爷真是天生一对啊！这是要下血本啊，沈若锦，你就这么舍得为我花钱？反正都是花你的钱。所以你现在是花我的钱拿我寻开心？可以说我拿你寻开心，也可以是我掷千金博你一笑。沈若锦，你是在勾引我吗？这算哪门子的勾引？收买还差不多。你我虽然还没共枕，但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何必分得这么清楚？沈若锦，你还能更厚颜无耻一点吗？要是你真的很想看，我应该也可以。不如咱们就当假成亲，以1年为期，到时再和离。和离？昨日刚拜堂成亲，你今日跟我提和离？原本是昨夜就该跟你说清楚的，你走得急，没来得及。要不，我收回方才的话，让你先提和离。沈若锦，你真是进退得宜，你倒是大方。你当我是什么？上了我的花轿，进了我的洞房，你还打算1年就和离，妄图全身而退？那我岂不是血亏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嫁给我所图为何？被小王爷看穿了呢。没错，我就是图你财，图你势，还有那么一点图你的色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沈若锦只图权势富贵，不贪一丝真情。只要我高兴，你图什么都行。我若是不高兴，我知道，我这不是正在哄你高兴吗？小王爷、二少夫人，小的带戏班里的人来给您2位请安了。色如春晓，面若娇花，果真是个难得的美人。我不卖身，更不做妾。小王爷是知道我心中所想的，您说句话呀。小王爷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您答应过我的，不会让人欺负我，也不会逼我做小。等会儿你先别哭，我没有买你为奴的意思，更不会逼你做妾。那你买风华班做什么？当然是为了赚钱啊！与其让小王爷给别人砸钱，不如买下芳华潘，让他在自家生意里砸钱。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不跟黄班主讨价还价，你盘算好了着人报到王府来即可。是，小的这就喊账房来算。你真要买下芳华班？是啊，买来哄你开心。虚情假意。我若是买下海棠红给你做妾，那才是虚情假意。且不说我待你如何，我说我喜欢银子，的确是真心实意的。钱都砸了，戏已落幕，我先回府了。你们都下去，海棠红留下。二少夫人多好啊，小王爷还是早些回府去吧。他刚才摸你了，你怎么不躲？那么多人看着，我怎么躲？小王爷，你好不容易娶到意中人，怎么还不肯一起回去？往后要怎么做夫妻？不关你的事情。不说就不说，凶什么凶？她是我心头朱砂，此间明月。哪怕知道她要嫁裴卫，我也要定回同一天成婚，带着重兵和攻城锤去把我的新娘抢回来。秦老，咱们凑合凑合。凑合？什么凑合？沈若锦，我们本就是天作之合，做夫妻自然要两心相许。她不是被动的姑娘，我若只在暗处知情网，哪有明月甘愿奔我而来，令人心潮澎湃？小王爷，你这是要打什么坏主意？敢问小王爷有何妙计？
在沈若锦知道我喜欢她之前，让她喜欢上我。让他真心喜欢你可能有点难，喜欢上你倒是可以一试。老奴是真的有要事请见二小姐，还请再通传一遍，请她无论如何出来一见。这李嬷嬷是怎么回事？在侯府狐假虎也算了，怎么还跑到镇北王府来给人添堵？过去问问，这是来添的哪门子堵？这些王府侍从，这也不能怪我们在门外同守卫纠缠。要是二小姐跟秦小王爷夫妻和睦，这些王府侍从怎么会如此轻摸我们做下人的？就没听说哪家高门贵府娘家来人了，连门都不让进的。唉，原本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下人，来王府不提前知会，不递拜帖，不走侧门，你们这下人做得好生威风。世剑，跟他们没什么好生气的，你去取把剪子来，折几枝桂花拿回去插瓶。是老夫人有所吩咐，让奴婢来请二小姐回府去，有要事相商。有话就说，究竟是多要紧的事，要刚出回一日的姑娘回家去商议？昨日王家庄失火，三公讲和裴公子一道去救人，今日他们一起回侯府把事情解释清楚，他们不是私奔。怎么不继续说了？说，将错就错。既然二小姐已经嫁给了秦小王爷，就让三妹妹跟裴公子配成一双。老夫人请您回去一同商议三小姐和裴公子的婚事。侯府老夫人莫不是昏了头了，竟能对自个儿的亲孙女提出如此不成体统的非分要求？拜见王妃。一个是临阵逃婚的薄情郎，一个是勾引姐夫的小娼妇，一对不要脸的东西，也配让我儿专程回去给他们做脸？回去做什么？难道还指望本王妃的儿媳妇给那个庶女添妆不成？回去告诉你们穆老夫人，再敢仗着长辈身份为难我儿若锦，本王妃要她好看！来人，轰出去！母亲，先前就听说侯府老夫人是个拎不清的，没想到她年纪越大越糊涂。这难道是什么光彩的事吗？可能是想让我回去给慕云薇添妆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还当真了？你不是出去找儿郎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人找着了，在芳华台。我跟他说了会儿话，把戏楼买下就先回来，把他给忘那儿了。你把二郎忘在戏楼了？买了戏楼把夫君扔那儿了？不就是买个戏楼吗？只要你喜欢，买10个20个都不在话下。若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须知芳华易逝，情难长久，只有银子留得住。先别管二郎了，走，我带你数钱去。还是我去吧，正好劳技结合。他今日在哪儿消遣？四海赌坊。赌坊啊，好像不是有钱就能买的。光赌金银没意思。听说你家心腹昨日买下了芳华班，不如连海棠红一并押上，一举定胜负。芳华班是我夫人的，哪个要脸的拿夫人私产出来赌？您还知道疼夫人呢？红了眼谁管哪来的银子？就是你手气好，押上说不定赢个大的。无趣的很，不玩了。秦小王爷，你夫人杀过来了。海棠红不行，换一样。那换和秦小王爷一夜风流如何？刘老七，你还好男色，真敢开口啊！连秦小王爷都敢惦记。去，瞎起哄什么？是我妹妹爱慕小王爷，我帮她赢个一夜风风不行？那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花魁一夜千金，我一夜至少1万银，你拿什么跟我赌？我押上整个四海赌坊，这总够了吧？不够，不够。他也觉得我一夜值万金。不过你今日输定了，我家二爷押上什么都无妨。来，我跟你赌。你怎么来了？知道拿什么做赌注吗？你答应的这么快？没听清，我只听见他说要押上整个四海赌坊，反正我只会赢不会输。
秦小王爷，你信是不信？你行，你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四海赌坊的赌桌机关怎么可能失灵？明明每次我都换了点数。你说什么不可能？四海赌坊无往不利的赌桌机关不可能失灵。不愧是我的妻，出手就是利落。秦小王爷，您就这样放任心腹砸场子？须知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谁稀罕和你好相见？要相见，也是我与夫人常相见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做什么？怎么桌子都掀了？大哥来的正好，刘老七拿赌坊做赌注，却想赖账，劳烦你帮我追个债。有劳大哥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会玩傻子？我六哥教的。不想笑，可以不笑。我先回了。夫人要回府，不带上我吗？带上你做什么？夫人好生大度。你不愿意同我待在一处，我不强求。你跟刘老七对赌，不知道他要我拿什么做赌注吗？赌坊里太吵，没听清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恭喜夫人赢得与我一夜疯狂。下这种赌注，秦小王爷，你可真会玩。别拘着，你想怎么玩，我奉陪到底。秦老那逆子呢？他再敢在外面和人厮混，本王就打断他的腿！王爷息怒，二爷午膳前就回来了，这会儿在账房。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是四海赌坊的契书。混账！他自己去赌坊鬼混不算，还要买赌坊自己开不成？取家法来！你怒气冲冲的做什么？没看见小夫妻正和睦吗？你一个做父亲的进去打扰，也好意思？自己看。二爷喝口茶，歇歇吧。啊，再来。这是那逆子，闭着眼拨算盘，吊儿郎当，能算明白账？二郎当年君子六艺样样第一，若非4年前他去北境给你送粮草，差点死在那儿，何至于性情大变？他本是一群之才，你这当爹的就没半分愧疚吗？那是他自己经不起事儿，他拿赌坊契书，这就是要重回正道。王爷，契书是二少夫人赢来的，世子也在场，是二爷托世子追的债。是若锦赢来的啊，好儿媳，有本事。王爷去啊，怎么不进去了？做长辈的不好打扰新婚夫妻，回房安歇。你还真想让我在这打一整夜的算盘？不然呢？你自己说的想怎么玩都行，莫不是要反悔？是怎么都行，但是沈若锦一夜能做的事那么多，让我在账房陪你数钱，你可真是暴殄天物。头一次听到人拿暴殄天物形容自己，二爷累了。累，夜色已深，还请夫人换个地方玩玩。好啊，那咱们换个地方。有事明儿再说，这会儿可不兴去打搅二爷和少夫人的好事啊！哦，良辰美景，你我博弈切磋是情趣，
真要动起武来，可就煞风景了。也罢，这一年免不了常相见，跟这般角色逢场作戏，吃亏的也不一定是我。秦朗，你耳根子好烫。真没想到，你调戏人也是一把好手。这算哪门子调戏？秦小饶爷亲都亲了，摸一下而已，算扯平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过来？二郎呢？是不是又出去鬼混了？昨日才回府，王妃还说他说我什么？我彻夜难眠，在账房数了一夜的银子，也没人心疼我。大半夜不睡觉跑去数银子，一天到晚除了挥金如土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说起挥金如土，我哪里比得上您？同样都是花母亲的银子，我可从没说过您什么。你这混账混说什么？我说你！莫说气话。夫人轻点才疼。你前2日打伤丞相府的公子李二，立刻去丞相府走一趟，把事了了。李二那样的杂碎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父亲让我去赔罪，是想让我在丞相府里接着打他。好了，二郎不愿去，换个人去也是一样的。若锦，赌坊害人不浅，王府绝不可沾染此害民之举，望你三思而行。王爷教诲，我铭记于心，定会妥善处理四海赌坊。王爷好大的威风，成天跟二郎板着个脸也就算了，怎么对儿媳妇也这么凶？凶吗？我哪里凶了？早膳用完了，儿子媳妇也训过了，王爷该忙什么就忙去吧。你先说。你先。夫人今天想上哪玩？你要带我玩，看不透，这位小王爷是真的没心没肺，还是在拿我寻开心？坏了，说漏嘴了。要是让他察觉前2天去戏楼赌旁，都是为了引他出来。反正你都会找过来，我还不如直接带上你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今天不行，赌坊要尽早脱手，不然府内外都不安生。当然，折成现银最好。行，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买家？自然是出价高的。小王爷那里可有合适的买家？二爷，六皇子邀您赴宴，还传话，一个赌坊而已，莫要因为一点身外之物坏了兄弟情谊。我倒不知他什么时候还开起赌坊来了。那还卖吗？卖，这不是现成的买家送上门来了吗？等着，我去就回。倒也不用那么急着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回来再说。去就回，结果到了午后还不拔腿，这竹杠掐得挺久啊。劳烦通报一声，相府二少夫人李安氏，请见秦小王爷及心腹。这丞相府怎么回事？让一个即将临盆的妇人登门来见。二少夫人，丞相府的人递上了拜帖。你就是秦小王爷娶的心腹，临阳侯府的二小姐沈若锦。咱们各自府里的二少夫人也算有缘，我家郎君惹恼了秦小王爷，男人动手跟咱们女人家是不相干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既不相干，你今日又是为何而来？我的肚子！少夫人，快去请大夫！救命啊！四舅母就是怀胎8月，听闻沈家男丁战死，才动胎气难产而死。罢了，绝不可见一尸两命。我实在痛得厉害，怕是快不成了。能否请你好人做到底，送我回府去？好。多亏小王妃大恩，您送少夫人回来，若连口茶都不喝，别人岂不说我们招待不周？还请在花厅稍坐，等少夫人缓过来亲自道谢。我不爱品茶，嬷嬷自忙去吧，不必陪我耗着。李二，你认得我？你竟然能认出我？不难认出，外头都说李二被秦小王爷打得他娘都认不出来，丑成这样，舍他其谁？秦朗那厮真是好命，连临场换妻都能换到你这样的美人。
听说秦朗还没跟你圆房，若是我先夺了你的处子之身，给他戴一顶大大的绿帽子，他会怎么？家有旱期，管得严，还请姑娘离我远点。秦朗啊，秦朗，我先前怎么没看出来，你竟然是个惧内之人？这些美娇娘都是新得的，拿来给你解闷，你还不领情？你光惦记着把我送你的毒坊高价卖还给我，二郎啊，你真是越发没良心了。殿下若是愿意把买毒坊的钱再加30%，我一定领情。良心多少银子一斤？我称与殿下佐酒吃。哎呀，我好似有些醉了，竟把酒倒二郎身上了。隔壁有我新裁的衣裳，你去挑一身换上。不必麻烦，我回去换就是。你就这样回去？不是说家有悍妇吗？带着一身酒气回去，心腹不跟你闹才怪。出门左转，第一间就是。奴来伺候小王爷。滚开！秦朗，人人都说你是京城第一风流客，你怎么就一点也不解风情？远，酒有问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远心山，这药没有解药，都这样了，你还要上哪儿去？屋里好大动静，我听听。袁平，你干的好事！哎呀，我的两位爷呀，怎么打起来了？陆大皇子啊！二郎，打也打了，请消消气。你这副样子上哪儿去？我另外给你找几个干净的美人。谁都不要！得快点回去找沈若锦，只有她能帮我。我夫人呢？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她怎么了？说。相府二少夫人登门，佯装动了胎庆，让少夫人送她回去。世子去丞相府接人，丞相府却说根本没见过。世子已经去京兆府求援了。又是李二，吹风！那不是秦小王爷吗？他怎么比我们来的还快？快跟上！什么人竟敢擅闯李园？二弟且慢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还有谁来找死？秦朗，你下手还是太轻。世子急着找下官前来，到底是要救小王妃，还是救李二公子？夫人说的极是，都怪我先前下手太轻。此仇不共戴天，沈若金、秦朗，我跟你们不死不休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就永绝后患。二郎不可！啊！李承之再不济也是丞相之子，怎么打都打的，杀却是杀不得的。你怎么了？真没事？李安是诳我至此，李二欲行不轨，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打伤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
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可以，小王妃请便。走了，回家。这园子太脏，烧了吧。作为刚嫁进王府的心腹，我本该劝你点到为止。明日事情若是闹大，少不得要赔园子的钱。你很缺钱吗？做了我的王妃，往后定然什么都不缺。假成亲而已，不用这么大方吧，秦小王爷。那你只做沈若锦的话，想同我说什么？烧得好，好气魄，真令人刮目相看啊，秦小王爷。那都这样了，你不喊一声夫君说不过去吧？什么？没什么，为人夫君就是不能让夫人受一丁点委屈。你这样忽然让我觉得我在占你便宜。反正除了你，也没别人能占我便宜。好大方啊，秦小王爷。秦郎，把缰绳给我。坐稳了。别乱动！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六皇子害我，在酒里下了相见欢。相见欢，听起来还挺缠绵的。六皇子给你下这药做什么？难不成你男女通吃？你中招了怎么不早说？还跑李园来找我做什么？该早点设法解了药性才是。我没有侍妾，也没有同房。沈若锦，我难受，你帮帮我。沈若锦，秦小王爷生得这般好看，连汗水从额间滴落下来都是勾人的美景。我也不好随便塞个侍女给他，只能勉为其难帮上一帮。沈若锦，闭嘴！你别出声。沈若锦，秦郎，你找六皇子去吧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我有夫人，找她做什么？亏的姑娘还担心那毒妇，她竟诓姑娘去李园给那李二。她请我去打李二，我如她所愿，连主子带奴才全都一起打了。二少夫人久居边关，不知这京城后宅手段歹毒，王爷担心丞相府恶人先告状，今儿一大早就带着二爷进宫面圣去了。是王爷非逼着二爷即刻进宫，若非如此，他今日定会陪您回门的。还得多谢母亲，不曾怪我对李园的人动手，给王府树了强敌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那相府二公子欺男霸女，竟不干身事，打死都不为过。二郎进宫去了，今日怕是赶不及陪你。这心腹若独自回门，难免被轻看。要不我陪你回门？母亲好意心领了，只是天底下实在没有哪家婆母陪心腹回门的。那你多带几个人，把何嬷嬷也带上。我们王府的小王为妃，可不能在别人那里受一点委屈。是，老奴就厚着脸皮跟二少夫人去侯府蹭一顿归宁饭吃。我让人备了2份回门礼，一份带回侯府，一份派人送去边关，你外祖父沈老将军那里。瞧我，好端端怎么提这个？若锦，斯人已逝，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。以后镇北王府就是你的家。母亲，不瞒你说，当年我刚有孕时欢喜极了，就想要个女儿，哪知道最后养在身边是二郎这个小混账。好在他命好，娶了你，我只当是我当年日盼夜盼的女儿，终于来到了我身边。能得母亲如此厚爱，是若金的福气。是二郎的福气才对，有我这么舍得给他花钱的母亲，还娶了你这么好的心腹。
姐姐，二姐夫怎么没陪二姐姐一起回门？听说二姐姐昨日在李园大打出手，秦小王爷该不会是因此跟你置气，连回门都不陪你一起来吧？哪来的小娼货？你在狗叫什么？我骂的就是你，勾引姐夫私分的小娼妇！我要是你，早就一根绳子吊死了。看我家二爷没陪着少夫人回门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，可以压他一头是吧？上赶着找骂！恶奴欺主，还请二小姐让你家刁农给我夫人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何嬷嬷是良绅，你们更不是她的主子，何来的恶奴欺主？镇北王和王妃都不曾把何嬷嬷当奴才，你们还一口一个刁奴。王府的嬷嬷就能随意骂人娼妇吗？我要是狗，二姐姐又是什么？我自是打狗的人。两位妹妹怎么在门口寒暄上了？祖母和叔父已等候多时，快请进府。听闻二妹妹昨夜与人交恶，我还曾赶去李园看了一眼。你还专程为我去了一趟李园？那大婚当日，你在哪儿？那日侯府出了大乱子，我急着找云薇和裴公子，情急之下没顾上二妹妹。二妹妹不会怪我吧？自然不会。二妹妹不怪我就好，祖母做主让他俩凑一对，就当穆家二女同时出嫁。待会儿见祖母，不管她说什么，你能不能忍忍？祖母年纪大了，你就当让让她。所以呢？照堂哥的意思，妹妹我要让着，祖母年纪大我也要让着。感情堂哥读了这么多书，就记得要尊老爱幼，是非对错都不分了是吧？若锦，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？不然呢？你们做了这样的事，还想我夸你们做得好不成？少夫人，请坐。你还好意思坐？我从未见过哪家新戏回门，夫君不陪着一起回来的。以前没见过，今日这不就见到了？秦小王爷贵人事忙，没陪若锦回来，必有他的缘由。哼，能有什么缘由？还不就是秦小王爷不喜欢他？外头的传闻多如牛毛，老夫人最好好听全了。我们小王爷今日是进宫面圣了，2大车回门礼还在门外摆着，哪个长眼的敢说王爷不喜爱心腹？你出嫁把云蔚的嫁妆也带走了，今儿还一半给他。祖母没听说我买下了芳华班，我那点嫁妆不够，如今手里分文不剩。你败光了自己的不算，连我的那份也花完了。舍不得银子套不住狼，给了我的就是我的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！我的心急，让他去跪祠堂，跪祠堂！若锦，你看把你祖母气的，快去祠堂待着。凭什么？祖母都不行了，你快去跪祠堂啊！你们刚才要让谁去跪祠堂？为夫来迟了，夫人勿怪。夫君来的正是时候。看着也确实正是时候。临阳侯府好生热闹，个个都是唱戏的好手。你们谁同我说说，这是在演什么？回二爷，穆老夫人见少夫人独自回门，便以为她不得您喜欢，在这教她做人呢，逼少夫人拿一半嫁妆分给3小姐，
偏偏少夫人的嫁妆都给您买芳华檀了，老夫人气得当场发病，要逼少夫人去跪祠堂。如此说来，夫人是因为把嫁妆花在我身上了，才受此委屈。小王爷言重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若锦她祖母也是把她当亲孙女，说话才直白了些。要回嫁妆贴补另一个孙女，林阳侯管这种歧视叫说话直白。府里一不喂药，二不找大夫，异口同声催少夫人跪祠堂，可叹我们少夫人脾气好，没掀桌子。我夫人的确温柔良善，不爱与人为难。但我这个做夫君的，绝不许许人欺负了她去。林阳侯，小王爷有所不知，是二小姐抢了三小姐的嫁妆在先。我与林阳侯说话，轮得到你来插嘴？妾乃侯府大房的云姨娘，贱妾之流，何以登堂入室？哟，老夫人的病这么快就好了？我瞧老夫人这病稀奇的很，既然信鬼神之说，怎么不自己住到祠堂去？老夫人若心诚，日日跪，夜夜跪，穆家先祖定会保佑你活到100岁。你竟然咒我，此气死我了！不去，快来人啊！老夫人上了年纪，有些糊涂，她以前是很疼小辈的。若锦，你说是吧？老夫人说我姓沈，不算侯府小辈。我不饿，我去祠堂去给母亲上炷香。演戏要演全套。想了想也有道理，更亲密的事都做过了，也不差多牵这么一会儿。我来吧，你手上还有伤。一点小伤，不耽误我为夫人撑伞。沈家重诺，绝不食言。素衣白裳一惊鸿。初见时，你清雅的不似朱门贵女，如今你改嫁秦朗，金簪珠冠，飞衣罗裙，竟也成了贪慕虚荣之辈。镇北王府倾覆在即，等你过不了几天好日子，定会回头来找我，且等着看便是。岳母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岳母大人别听侯府那些人胡咧咧，我夫人阿锦她很好，貌美如花，品行最佳。差不多行了，我想与母亲单独说会儿话。阿娘，我会好好活的。二小姐，门外来了一个小乞丐，说有人托他将这封信转交给你。姑娘，信上写了什么？这信是谁送来的？我去把人找出来。来不及了，世剑，去备一匹快马，还有干粮和盘缠。可姑娘，你已经嫁人了，没有哪个夫家会允许新妻上战场。其余的事，我自会与秦朗说。小师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就要天上的星星，哥哥要给你摘下来。人间苦恨长，好梦总难留。这一次，换我去接他们回家。好久不见，无悔。姑娘，东西都备齐了。好，派人去把秦小王爷请来。
秦朗，我们和离吧。